有一句老话说叫做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啊，我就是踩了这个坑。当初呢不听我父母的一个劝告，买了一个2楼啊，没有想到缺点有这么多，真的可以说呢，就是我这个一意孤行呢，导致我现在真的是非常的后悔，我都没有地方去哭了啊。那今天呢就发视频和大家分享一下，你们呢一定要把我当一个反面的一个教材，大家呢一定要引以为戒。买房的时候呢，千万不要再买2楼了。房子呢是我结婚的时候买的，目前呢已经住了6年的一个时间了，各种的不愉快真的是全部都让我给经历过了，真的是一个都不缺啊！我每天呢就感觉到特别的一个崩溃。当时呢我也是出来工作没有多长时间嘛，然后手里面呢也没有多少的一个存款，因为手里面没有多少钱嘛，所以说就把这个预算压得很低，只能够选择买一个回迁房，就是那种缓建房嘛。我相信你们应该也都知道啊，就是这个回迁房呢，它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这个电梯的。我考虑呢，就是我这个爸妈的这个身体也不是很好啊，爬那个楼梯呢肯定是非常费劲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我就考虑这个1楼，但是呢1楼说实话我就看了啊，是有点脏的。然后呢，各种蚊虫特别多嘛。那我实在就是想来想去呢，我感觉呢，要不就直接买个2楼得了。那就是有一天呢，这个中介呢就带我去看房嘛，然后第2天我就把这个合同给签了，全款呢是80万，一次性给他付清了啊。但是呢，就是这么一个选择，让我直接可以说是后悔了一辈子啊！我放弃了所有合适的一个楼层，然后呢，偏偏选择了一个2楼啊。入住之后呢，才发现就是这些缺点呢，和后面说的这个问题相比啊，真的是都不值得一提啊！大家都知道这个2楼呢本身是比较潮湿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蚊虫也是比较多的。对比呢，这个1楼稍微会好那么一丁点啊，但是其实呢也是大差不差的。然后我们家的这个房子这个户型呢就非常的扯淡，真的是非常的不合理啊！因为这个房子呢时间比较久了嘛，这个采光呢也不是很好，就是白天呢就搞得跟晚上一样啊，房子里面呢特别的阴暗潮湿啊，就是人住在里面呢就感觉心情呢非常的郁闷。怪不得这个中介呢当初在给我们看房子的时候呢，就是大白天呢他还开了一个灯啊。可以讲了，这个中介呢真的是心机太深了，我真的是被这个中介给坑了啊。然后现在呢是天气热了嘛，这个蚊虫是特别的多，每天我基本上下班呢走到这个家门口这个楼道里面呢，全部都是这个蚊子啊，蚊子呢都撞到我的脸上了。所以说每次回家之后呢，我就非常的郁闷，因为那个夏天的时候呢，基本上那个蚊香，我们家里面的蚊香呢从来是没有断过。这个蚊子呢就一直呢往这个里面钻啊，我想点呢，说实话就是一般的蚊香呢根本就没有什么用，而且呢这个老鼠也很多啊。这个老鼠呢我在我们家里面基本上发现了已经不止10只了，但现在这个时间段啊，就是这个老鼠呢突然间就没有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边呢又有了这个黄鼠狼啊，这个黄鼠狼呢就把我们家那个纱窗是给咬烂了啊，钻进来很多次。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嘛，谁在这个城市里面在家里面会见到这个黄鼠狼呢？真的是很离谱啊！后面呢我就把这个纱窗呢换成那种不锈钢了嘛，这个黄鼠狼呢终于是咬不动了。然后呢2楼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噪音呢是特别的大，睡不好啊。我们这个房子呢本身就是临街的，对吧？我这个睡眠质量又比较差，每天这个黑眼圈啊肿的是要死了，真的是特别烦人。早上呢还没有睡醒的时候呢，就听到那些老头老太太呀在楼下打那个扑克，他们是真的起得早，5、6点钟就起了。然后呢一些小孩子也在那边又吵又闹，真的是非常影响别人休息啊。而且呢这个下水道呢很容易反水啊，也是一个呢让人非常恶心的一个地儿。这个1楼呢是个独立的一个下水道嘛，但是呢就在上个月我就闻到了一股恶臭，回家一看呢，这个地上呢全部都是那种污水啊。后面呢我就去找那个楼上的这个邻居嘛去说理嘛，他们说呢不关他们的事儿，让我呢直接去找这个物业。我去物业那边也是问了一下，然后物业也说呢这个事儿呢不归他们管。最后呢我只能够自认倒霉啊，然后呢把家里面呢全部都给清洗了一遍，找这个师傅呢改的是这个独立的一个排水，才把这个问题呢给彻底解决掉。你们想一想，我这个房子对吧，现在呢看来除了呢不用爬楼梯以外呢，剩下的基本上全部都是这个缺点。我就想着呢就是能够速度的存个钱，把这个房子给卖了，让我呢重新换一个新房子。我现在的想法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啊，如果说呢再让我买房子的话呢，我是打死呢都不会选择2楼了，不管说呢是这种电梯房还是这种楼梯房，对吧？这个2楼呢我是绝对不会考虑的。不知道呢大家买房都是买的几楼啊？有没有人会喜欢这个2楼的一个房子呢？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一下。